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我们又来到身心灵工作者这个单元。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一个星座专家白瑜老师。嗨，大家好，大宝好，很开心来到这里。白瑜老师，其实我观察你很久了，因为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有看到你在不同的 YouTube 频道，或甚至是在那个 Podcast 上面现身。然后其实坦白说，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哇，这个好像是有一点横空出世，怎么有一点正哦，讲话口条也很好。今天呢，就直接邀到我们家里来认识。我也是很后来才看到一个你的专访，才知道说，哦，原来你讲话会这么字正腔圆，不用上正音班，是因为你真的是中国大陆人啊？对，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大陆人，是在山西。对对对啊，谢谢，山西平遥。而且我还看到说，其实你在研究星盘之前，其实你是在科技公司，在台商上班吗？在科技业，原本是大学是修金融，后来就到科技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身心灵这些工具？这个就跟你们几位可能有点贴近，就是身体比较敏感。比如说我4年级的时候，外公过世，我外公有6个女儿，2个妹妹，对，再加上老婆1个嘛，这么多人，其实随便有个人烧纸钱给他，他就圆满了。那事实是这样呢，农历7月15的第2天，7月16，我在家写功课，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我外公说：“你们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我没有收到任何人烧给我的钱，这是不是很奇怪？你要不要跟你妈讲一下？”因为我是无神论者，我想说我疯了吧？那时候我坐的写功课的地方后面是有一个窗帘。然后那窗帘就一直轻轻的飘起来，飘起来，我就感觉，后面有个人，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然后是我外公，写得还不错哦，你要记得哦。当天晚上我熬夜到12点，等我妈回来说，妈，我外公讲说你们没有人给他烧纸钱。我妈先说你有病啊，怎么可能没有人帮你外公烧？我们这么多人，一通电话。确认完1周，然后真的没有。最后我妈就叮一下说：“你怎么知道？”对，你怎么知道？问完了一轮，才突然间觉得我女儿怎么会知道？好像有点奇怪。对，我没有想过生死这件事，我只是觉得说，人死了就天人两隔，就一般人想到的。自从人生有些节点看了西藏生死书，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未知的东西是在我可认知范围之外，甚至我不能触摸之外。我原来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比我想象的更深邃。我不怕这些，我反而是觉得我看到的别人看不到，那我就不要乱讲，也许是我胡思乱想。但是你说那个时候你选择的第一个去学习，后来有真的拿到证照的，其实是催眠师这个领域，是吗？对。当初怎么会选择是催眠？我当初就是情感上遇到一些问题，不管大家是男生女生，情感受挫是最愿意往内看的。我也常常觉得失恋就是我成长最多的时期，是不是？是有失恋那半年空窗，急速成长。对啊，这种情感的撞击还是最有 feel 的。对，那时候就观察了1年，网络上的分享文章观察了半年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去催眠一下。我觉得我该难过的时候没难过，我不该难过的地方就是很奇妙，就很难过。我觉得那就让别人来探索自己，比自己探索自己要轻松嘛。去探索完之后，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就是老师会引导到前世今生，然后那个前世今生的某些人还是颇有名的名人。我除了上学之外，我对他都一无所知，也没兴趣知道。在这种状况下，看到了这些来龙去脉，回去再去查史料还怎么样，一一对应了，我真的就是鸡皮疙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这一套是什么理论？莫非是这个人看太多人看穿我，所以这么做的吗？我就想要去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机关可以把一个人弄这么透彻。它确实是有一套在科学可验证之外，玄学不可告人之内的，有一套思维逻辑是非常符合我们情感逻辑的。在前世今生这些回溯里面，我看到的是借由别人的故事来去学自己的功课这件事。比如说，我的个性是怎样，我害怕的是什么，去 dig in， 去深掘一下我自己的很多很细节的
不被我们重视，但反而是主宰我们情绪的一些资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你后来是又在接触了奥修的禅卡，还是说是同时并行的？一开始催眠疗愈嘛，先是怀疑，后来就觉得可以帮助别人，这个逻辑是贴近我们的。再后来我就觉得，一个人这么有逻辑，那很容易被过于理性的东西所捆绑。所以我就问我的老师说，怎么样去开发自己的直觉和情感面？那我的老师就跟我建议说，那你可以去学一下天使卡。其实我就是想要更快的觉察自己的情感和直觉，而不是后知后觉的被这些所缠绕和变成困境。所以就先开发这个，开发完之后我发现这些抽象的东西不避讳的讲，你就是爱啊、和平啊，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虚无缥缈的境地。但是人生的真谛就是这样，所有的结论都是一些废话，它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当然我就是中间持续的去学心理学和哲学，但我就觉得蛮大部分年轻人是蛮排斥或者认为是浪费时间的。也就你跟我讨论这个，我又没有病，我没兴趣讨论这个，太认真。或者另外一部分就觉得说好想睡觉，我就想有没有一些生动的东西，我就找到了奥修禅卡，刚好也是我天使卡老师同时在教的课，我就很幸运，我才研究说原来奥修他是原本就是哲学系出身，而且他的哲学不管是西方哲学、东方哲学，还是南方哲学就是印度哲学，他都是精通的。就是他有一些是西方的符号，有些是东方的符号，有些是视觉直觉的符号，有些是理性的符号。我就觉得表面上看不懂的人认为是大杂烩，看得懂的人其实是他包罗万象。其实人大家不要去迷信或者贴标签，这些工具不管是历史的、科学的还是玄学的，都不要贴标签。你去看他背后的运作这些事情的人所发生的故事，这些人的品质是什么，你就知道这是不是好东西。大家有发现其实我们今天不是邀请一个星座老师，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催眠老师跟一个禅卡老师。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最后面，怎么会选择在星盘落脚呢？心理学和哲学大家都不一定喜欢，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大家最喜欢最常讨论的是什么？一看星座，既有科学依据上的实验结果，或者说既有一些可以被大家市面上可接受的论断。因为毕竟我每天通灵，大家也会觉得我疯了。对，毕竟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对，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什么工具和体系是几百年、上千年是被严谨的去编织出来的，它的严谨度一定比我这学个几年要来的严谨，不怕自己过于相信自己而犯错。因为我当年就是很怕我催眠疗愈的时候扯太远，会不会都是在乱讲，把别人误导，还是说我就自我膨大变成邪教教主，我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就研发我的心理学的自己的研读的一套标准，当然是建立在荣格心理占星的基础上，当然荣格是建立在Spinoza 哲学家的基础上，这一切都是很科学的思维，但是又很开放的玄学格局。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让理性的人愿意自动的、开放的去打开自己的感性，它就是很棒的一个敲门砖。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很理性的一个人，我超理性，超级理性。我看到那些东西，我都先告诉自己说接受它，但不要相信它。对，然后你从那个可能自己慢慢去钻研的过程当中，才找到一个最能够说服自己的系统。没错，而且它是整合各家不同的学说，例如说心理学、哲学，然后再加上占星，浓缩了给大家的东西，这样这个分享。因为其实我最近也有看白老师你的那个线上课，我觉得很惊人。因为它总共呢时长有31个小时，一个学期如果18周的话，你每个礼拜要上的2学分的课。而且这2学分是很扎实、很硬的2个小时，干货。而且里面老师你很有趣，就是你还会说，好，大家会觉得星星很多很难记嘛，那我有一个方法来教大家怎么记，然后你就开始讲那些方法，对，开始讲故事，然后故事完了以后说，等一下我刚听了什么，我再回去一遍。你真的有上，你真的我有上，而且我觉得很惊人，就是学术的资讯量很大，然后有时候又会大到就是
空掉了以后，就开始进入感性面的输入，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厉害，仿佛上这个课是不是无形之中也运用了催眠的技能在里面呢？好的课程是，好的课程都是，就直接进入到那个流里面去接收那些东西了。对，你的觉察很敏锐，很可怕我觉得我刚刚也差一点要被催眠了。我们先回到现场。但是像白玉老师，你这么理性的一个人，你曾经有过忧郁症的一段历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人生的一些规划，所以就暂停了工作。然后，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有好多很想要做的事，希望有一个舞台去表达、去学习、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你的天赋或者你真正渴望的东西并没有得到发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只能做这些事吗？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有好多事情想做，但又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没试过，也没有一点一点去成长、经营、铺垫它就会变成一个先看不起自己、看不懂自己，但是渴望呢又像一只老虎一样，随时想要冲出去的这种矛盾中。当时再加上感情就更忧郁，所以就整个自我否定的很严重，然后就一路这样忧郁症了3年，再加上恐慌症。那恐慌症其实是让我真正认识我的体质的一个过程，就是我随时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站在同一个空间，大家可以不用相信，就以我概念，我是跟不同的平行世界全透明的生活在一起，不同时空的人全都聚集在你眼前。对，时间线没了，时间也没了，而且就是神啊鬼啊我都看得到。当时我这个开关被打开，但我不会关，所以就是变恐慌，去哪里都好多人跟着我，看到不同的我，照镜子都看到不同时间线的我在那边啪啪啪啪啪一直来。再到后来，我是回到我爸妈家，有一位几代相传的中医，我吃了2帖药就好了。但是那之后，我的触角是可开可关。凤凰要不要去试一下？2帖药就学会开关。但我也同时在读经文了。所以白玉老师，后来你回来了以后，你就渐渐进入了星座的这个领域吗？先是奥修禅卡嘛，然后再后来我把心理学的大学和研究所学科都有自修完成，然后也去杜宝瑞教授的，他原本西方哲学，然后读他的东方哲学的硕博连读，就会长期经营在这个学术里面，然后就发现原来年轻人喜欢占星，后来发现它有一一对应，从宫位、星座、行星到相位，以及整个星盘的合盘，看星盘的不同角度，比如说个人发展、自我探索、原生家庭，还有人我关系，甚至财务和健康，全方位。所以在这里慢慢的，我也是在当时我还接触蛮多个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去把它组织起来。当时累积了8年半，最后累积出这个全方位占星学的这一套理论。那像你当初要进入到占星师的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担心？就例如说，市面上很多占星师了，那我跟其他占星师的差异在哪里？我特质在哪里？我完全没担心我只担心我的服务有没有做好，然后有没有符合现在人的需求。我觉得有用最重要，那有用自然就会开辟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这是不同的思维维度。所以就是我一切都是要从自我的心态去调整开始，我觉得这个很根本。不过我知道一开始很辛苦的时候，你很难，我自顾不暇了，我怎么调整去帮助别人？所以大家还是要沉浸当下，去面对现实。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了？我怕什么？喜欢什么？被压抑了什么？我觉得大家就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些东西，或者说你面对了，自然就勇敢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实战的部分。老师来帮我解一下我的星盘吧。我在做这一个 YT 频道是这2年的事情，坦白说对我来说人生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弯，就像是你转职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因为2年前我就是一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我是拍很多影片的，做摄影师啊，也做导演这样子。我就想问问，从这一刻来看，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频道或者我的事业的发展，我觉得大家如果了解大宝就还好，不了解你的话，大家会认为你是正常外向
的人，但是我看你的星盘，你真的比较 I， 就是比较内敛的人。我是 I 人。他刚刚问的这些问题，他是集所有的力量、勇气来 push 自己说，我应该要问，这样才对得起我的观众。是他自己，他不会那么快去。我有一颗服务的心。对，为什么呢？你的太阳天平在第8宫，是太阳天平第8宫的概念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人事物，他们的暗潮汹涌或者心里真正的渴望是什么，但因为我忙于去搜集这些资讯或服务别人，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我只觉得大家开心和平就好。然后火星水瓶12宫，就如果没有理念、没有想法，也没有任何服务的目的，对你来说就是哗众取宠，毫无意义。最年轻时候的你，一面是无私的付出，一面带一点犀利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这会让你的人生有蛮大挫折感的。从这里面看，我去猜几个方向哈，就是有一些机会，如果别人就抓了，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可能没有意义。对，就是很多赚钱的机会、成名的机会、职涯发展可以3级跳的机会，可是我就会觉得，然后呢，到了又怎么样？就是我会一直往内去问，我到底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然后以及我做了那一个工作之后会带给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对，好比我以前在广告业上班的时候，薪水高，但工时也长，然后我有一天就突然间觉得，我自己都想要简化我的生活了，我为什么还要叫大家一直在买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职，然后从广告业跳到了纪录片。就相对真实一点。对，这也是一位认真的人。金星天蝎第8宫就是关于理念的部分，可能小时候更容易看到隐藏面、黑暗面，或者说令人担忧的、有风险的、令人担忧的面向。是说，在我爸车上发现一个发夹，我就很担心，说我爸是不是？对，我会，我小时候会。你会忍不住说出来，尤其是在不经意之间。对，他就是这样。我上次就看到发夹，那个发夹不是妈妈的，侠义之气吗？对，侠义之气。OK， 但是这个就是相对比较生硬。那一样是太阳天平8宫，火星水瓶12宫，金星天蝎8宫，成长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我们就加入了成长心理的概念嘛，哈，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天平嘛，相对也是公平的。有些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所以我们就从一个小我慢慢放大到大我，然后把这些犀利的东西消融到不是圆融哦，是圆通，让它有机会有一点时间消化、通融、管理，最后慢慢导向我喜欢的方向。这个打太极的状况，你慢慢就会出现。有，我后来再回头看广告业，我就会觉得还是有人会需要啊，只是我没需要，但是总是会有人需要这些东西嘛，这些商品。对，总是有人刚生出来，刚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刚觉得有用。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本人的最真实的状况，再来看一下他的未来发展。我们的流年解读相对会比较精准一点。我们先看冥王，流年冥王在你的第11宫，就一看就是你已经花蛮多时间换工作嘛。小时候上学是不同的尝试，喜欢的不喜欢的，朋友，尤其是因为在第11宫嘛，尤其是不同的圈圈，你是跳来跳去，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不定性，或者说太喜欢新鲜感，坐不住。但事实上对你来说，你就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旅行里面少年派，到处不同的信仰去试试看，最后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你的冥王水瓶在3年后，2027年2年半后会进入第12宫，所以你对身心灵的研究或者在这个场域的深入会越来越强，而且它跟你的火星水瓶有没有快合相了？有没有？其实因为冥王是一颗大行星，这颗大行星运转大概就是10几20年运过一个星座，所以对你来说，大概这2年你就开始被大家看到，这是事实嘛？未来你可能会是相对是一个指标型的人物但是这边呢有一个有没有南北交点？北交点逆行在天王星这里哈。
也就是一开始被大家看到，很多人喜欢你，但也有些人不喜欢你，对，然后这些不喜欢的人，可能也有一些让对方可以过度解读的事情，会起一些纷争。你说未来会有黑粉增加的一个趋势？可能因为你太勇敢了，必须说太敢讲了，但是也就是这样，你慢慢的变成了这个身心灵领域标杆型的人物之一。它是一个过程，在过程里面你慢慢去修炼，哪些话可以讲，哪些事要怎么样背书才要讲，哪些人是可以合作可以一起的。因为他在水瓶，所以他是跟大众相关，一面是你生活圈的大众，就是你常合作的人或者是你邀请的嘉宾，那在大众就是粉丝或者整个社会氛围内，大家也越来越敞开，你也就越来越敢讲，但是一定会有一些相对比较理性啦，持有不同态度，或者说人生进入某些关卡跟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提出一些要求，我们讲的越犀利，他就反对的越犀利，我们讲的越温和，他也会反对的越犀利，所以这个过程中可能是一个洗礼。你的火星水瓶12宫，就是你的很多行为想做的事情效率很快，但是想做，但是想一想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意义啦，我能不能做好啦，你就会延迟很久。这种事情因为这样的环境的刺激，就是不同的人在刺激你说我觉得你讲的不对，我觉得你就是断章取义什么的，它会让你更坚定说原来他们不懂，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我想要传达的理念和当时我知道的资讯是什么。因为在这些洗礼过程中，让你自我认可、自我接纳度会越来越高，就是唇枪舌战之后，你终于可以认可自己，然后去说一些这个领域内大家愿意听的话，或者可以引导大家去思考的话。好的，然后这段期间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做的事情，我怕你精神状况会有一阵子不稳定，所以就是未来这3年我好好照顾我的身心健康。好的，然后力所能及的去带领身心灵界跟你有缘的人一起去探索。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课非常的，不是今天的课今天的访问非常的充实。我真的觉得刚才上了2个小时的课，而且需要回去花2-3天好好的消化一下。我们虽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我们一定程度上也有自我探索，很多结论啊什么都是我自己贸然下的结论，虽然我能说服自己，但是不一定符合所有人。大家希望是用辩证的心态去看这些事，我真心就是目的是想要分享，顺便大家认可的话就买我的课程，我可以养我女儿这样。老师，那你的课程在哪一个平台，叫什么名字？我的平台是知识卫星，现在我们课程呢刚好就又在一个优惠期。那如果就是大家来这里是大宝的小小的同行人大家可以有一个折扣码，大宝 TABO 500，可以折扣500块，在这套课程上得到500元的优惠。然后我们的课程系统就是相对来说以我能力范围内是相对完善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占星的系统的各个部分我们都会讲到，像星座、行星、宫位、相位，以及教大家怎么看流年，还有合盘，再看我与我自己的比如说想要的目标，我想要留学，我想要跟父母怎么样去和解父母的合盘，我们会列一些主题出来。这些系统很复杂的状况下，你不知道该怎么看，我们有一些提纲挈领的点睛的公式，让大家去模仿久了，大家会知道你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去看。我相信从内到外都帮大家可以打造一个全方位自我探索、自我认知的系统，希望大家会喜欢。全部学完，基本上我觉得我也可以出来服务了，是吧？真的很惊人，很惊人。太好了，这是我的目标。你达到了，但我觉得这不是3-5天或3-5周就可以上完的。就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进去看，然后慢慢用自己的步调，然后最后面呢，我相信你可以对于星盘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对于自己也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再把这样子的东西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运用在你生活周围的朋友里面，一起去协助大家更认识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边，谢谢老师，谢谢大宝，谢谢大家，拜拜。